正在早上车水马龙的，我们要走去奎尔公园。然后计程车子呢再往一侧，再来这些路都是禁止计程车进来的。可以看到，应该就在那个山上。这个沿路往上走，非常漂亮的太阳。奎尔公园也是高第的建筑之一，他也曾经住在这里。咖啡杯倒放的。一方面呢，可以让下雨的话雨水不会留在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据说那个时候高第觉得喝咖啡是一个对身体很不好的行为，是这样。这里其实它做了一些台阶，底下呢是一个比较平坦一个路啊，这个台阶是供人行走的，对，而这个平坦路是给马车行走这样的。这个是给马车行走的平坦的路，这个是给人走的路。远方这个房子是一个样板间，这个是sign。最上面这个是廊道，给马车走的。尤其这里像米拉之家，就有很多这种拱形的结构。高第的作品都是一个拱形的结构，悬链拱。这样的一个结构啊。那我们对重新走。这些洞原本是要放盆栽的，现在已经变成鸽子窝。正前方有3个十字架，这是公园的最高点。本来要在那里建造一个天主教的小教堂，但是后来后代不想建，说这个十字架到了山上的时候，它3个十字架会变成一个。等一下我去看看。高第就住这排，这是高第所居住过的一个样板屋。你看到这里是他们家的一个全家福，对，你会看到。这是一条念珠路，每天早上高第会在这边走路散步。另外还有融入了东方的元素，在一边念珠，一边求阿弥陀佛，也一边顺便祷告，融合了所有宗教。右边的山上是十字架山。前面就是我们的圣家堂，塔还没封顶。前面的山坡有一些山洞。前面这是希腊剧院广场，然后高第贵尔希望融合很多人来这儿看表演。大家会围在一起跳舞。我不当对，他们在跳舞，手拉手牵在一起，凹凹凸凸的长椅。凹进去的部分很像剧院包厢。这个是高第的律师买自己住的，现在这个房子已经卖给政府了，变成一个小学。那个马赛克上面都有一些动物的图形，有鱼、有羊头，一些造型，12星座的造型在上面。螃蟹的造型非常的明显，因为高第它是巨蟹座的。狼头造型是出水口，一根一根的柱子，事实上是一个人像，感觉是一个女神顶着一个人像。高第一生是没有结婚，然后念上一个女教师，但是当他去告白的时候，这个女教师已经嫁给一个富商了，所以高第一生都没有结婚，一直到他到建圣家堂的时候去世。那他去世的时候是在去圣家堂的路上被电车撞死。文森之家也有的一样的，上面是芦荟，这前面这个是百柱大厅。这刚开始是一个集市卖菜的地方，是一个市场。屋子里面是有水管，水管里面就下雨，是一个蓄水池，把水收集在下面。收集这些水如果干走啊。对，那我们来柱大厅只有86根柱，事实上不到100根。这个圆盘颜色精美，颜色丰富，大的圆盘有4个，旁边有20个小的圆盘。16 millimeter。然后你可以拉这个，开始往下走。据说它有3个温泉，是 Lizard。听说这有3个喷泉，代表着3个不同的意思，这都是用来节水，可以最
那个火灾时候的防止的水源。现在我们要走去餐厅吃饭，有导游推荐了这个餐厅，就在这个山上的后面，中餐的店。午餐过后，我们来到圣家堂，这一座也是高迪所建，至今还未完工。壮观的圣家堂，到现在还没有建好，听说明年会有完成。圣家堂外面一共有3个立面，分别是出生面、受难面以及荣耀面。出生面是由高第参与建筑，因此雕像的风格非常的细腻沉稳。受难面则在高第过世后25年后才开始兴建，与高第的作风完全不相同。整个立面看起来有棱有角，给人家一种僵硬紧绷的感觉。耶稣背着十字架受尽苦难，雕像的神情都非常的哀伤。这一面是耶稣受难面，上面有4根柱，分别献给4位门徒。Well, it's because Jesus is carrying the cross. 对啊 he gets crucified and then them going to look for him in the tomb. 这里有对应的12种水果，表示对应的12个月份，因为12个月份的谷子成熟。这波浪形的小房子是一个小学，小学是给建筑的工人的小孩子可以上学。荣耀面主要是它的正面，我们现在往前面绕过去。后面目前整个都是空白的，预计在2026年要完成荣耀面。这一面是它的诞生面。对，然后我们往前面。高第在过世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这一面，因为就比较老旧，所以。刚刚进来圣家堂的时候，还要过安检，它的安检比机场的安检还要严格，包括手表、耳机全部都要拿下来。然后刚刚安检的那个人好厉害，也还会说中文，一个一个来，什么手机、手表、外套、帽子全部要取下来，真佩服他们。可以看到这个灰色就是它现在已有的部分，这个黄色的浅黄是它还没有建造的，所以它中间那个塔还没有封顶，以及整个外。这是圣家堂诞生立面，是在高第还在世的时候就完成了。立面的设计以耶稣出生、成长为主题，用了许多细腻繁复的线条刻画，呈现富有生命力的细节。棵树很像圣诞树。这是表示生命的长青跟永恒。圣家堂出生面与受难面呈现出耶稣一生的2个极端。对，里面有一种森林的感觉。这个大柱子很像一个大柱子，很像大树。整个支撑起圣家堂的一个。圣家堂一共有56根柱子，这个中间这4根柱子是深红色的柱子。哇！这个左边的色调是属于绿色、蓝色比较冷色调，右边的花窗的颜色就比较是暖色调。目前正好是下午时光的颜色。其实高第被封作为正常现象，是这个是老人院的前身，那个时候正好是在条件，这不是特别排推高第，不是觉得得到特别好的结果，直到第2天。圣家堂目前每个礼拜天早上9点还是有弥撒仪式，但是需要很早就来排队。没有按照高第的想法去是不是后来的艺术家的发挥其实主要是高第的想法？为什么呢？在1911年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59岁，他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病，他以为自己快要死掉了，所以他像画遗嘱一样，就把这一面给画出来了。会看到，对，当时他给出的这个受难，稍等，等一下我给你画出来啊。对，有看到，是他当时画出来的。对，有看到一个月亮反光啊，是当时高第画的。
这一面是受难面，跟出生面非常的不同啊。出生面是比较古典的，但是这个受难面整个细节是不一样的。受难面有3层雕饰。导游慢慢的解说这3层雕像的意义。如果你对圣经有所了解的话，也可以凭着这些雕像娓娓的诉说出耶稣受难的故事。在巴塞隆纳的最后一个晚上，孩子们订了一家米其林3星的餐厅。我们被很有礼貌的接待安排入座，桌上这个精美的菜单。这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打开这个菜单，我才惊觉我一共有18道菜要吃。看这个整齐划一的服务，每个人的餐是一致送上来的。看这个餐盘的摆设，食物的设计，我们不仅是味蕾上的享用，也是视觉上的刺激。这个是乌尼海胆。你说这是什么？橘子。哦，这个花不能吃，但是可以吃里面的橘子。要先吃这个，还有有可能会吃这个，然后再这样吃。橘子吃完了，还有吃这2个。这是巧克力，这个好吃。黑的那一个。这个是哦，这个很好吃。哎，掉了。这个是什么？杏仁很好吃，这个很好吃。好，我是 almond super good。怎样？我就说吧，超好吃啊！超好吃，因为这个超好吃。他妈妈说太甜。太甜。巧克力，试看看。这巧克力也很甜。吃了2个小时，总算来到了最后一道菜。哎，难怪说吃一吃会吃到睡着觉。现在先吃这3个：巧克力、布丁跟三明治。这冰淇淋三明治。三明治。那也不是冰淇淋，酸的手背。最后倒数第2个，布丁。说这个是什么 ？Sesame 吗 ？Black， 对 ，Sesame。黑芝麻。10点15分，2025年1月30号，总算结束。对啊，其实距离我生日还有2天。没关系啊，好吧。好，全部可以说是一场艺术的飨宴。整道餐吃下来，你问我好不好吃，真的很难用好吃与不好吃来形容，因为米其林3星的餐点，一些食材组合在一起的创意，绝对不是单纯的好吃与不好吃就可以说得清楚的。我觉得这次旅游很好玩，西班牙食物很好吃，吃了很多新鲜的海鲜，很不错。看了很多西班牙历史，也很有趣，然后可以感觉到体验一下他们的文化，所以很好玩。好，这样，来，这个现在不能讲话，我又扫瞎了，好玩到扫瞎了。好，来。你要过敏，要吃药。我觉得小时候跟人出去旅行很辛苦，然后我们长大之后轮我们排的话，就好像还是很辛苦。可是现在我们长大，对啊，我们现在长大体力比较好，变成爸爸妈妈比较辛苦。对啊，这就是我的感想。角色互换这样。那你？这一次大概是我一辈子旅行里面最多彩多姿的，不管是吃的东西，或者是参观旅游地点，都是内容最清楚的。也觉得大家都过得很高兴就好。
好，走。好。我觉得这个我65岁以前的这个生日的这个旅游，对我来说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小时候我带他们去旅游，现在变成他带我们来旅游，所以已经角色变换，我们可以交棒，重任可以交接完成，以后我们两个要轻轻松松的过日子。没有，我要讲一个重点，钱是我。对，他才说感谢爸爸的钱，钱才是最重要的重点。玩的这么开心，好不好？感谢爸爸的钱。巴塞罗那最好吃的是土木油。在哪一道？他给我的每一道都很好吃。因为他给我的那几道，我在巴塞罗那之前期间都有吃过，但是实际上他给的就比前几年吃的都好吃。那我我印象，对，我就觉得真的是我们自己找的就找不到。因为土木油的 market 的 ham 对啊，那个 ham 真的就比我们之前在马德里或者什么扎拉戈萨，我们 ham 已经吃了好几次了，就是5、6次了。但它那个 ham 的味道真的很。可是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没得比啊。我吃起来就是没有，你们就那个佛朗明哥舞之后那一餐，也有吃到一些。然后我觉得那一餐就比相较起来就差很多。西班牙巴塞隆纳的旅游就在我即将开始65岁的岁月中同时结束了。今后我要展开我人生中的另外一段旅程，尝试不同的人生体验，逐一实现我的梦想清单。谢谢观赏。